知，你仍在温柔等着，来献上承受。因为我觉得，就是做师母不容易，出国更难啊，两个我都不乐意啊。他们讲的这个境界太高了哈，我就只想我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啊。这个办画展，这个义卖，这个奉献给神，已经很不错了。我自己认为哈，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再多的，我觉得本人能力有限哈，这个另请高明哈那种感觉。所以一开始就给宋恩好像把这个界限划清楚，我自己认为说得很清楚啦，是不是这样？宋恩，所以当初他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软钉子嘛，那就是把这个立场讲得很明白的，就是他觉得他跟我不会有未来，因为我的未来如果要出国的话，他还是在国内，所以不是跟着我去机场一起坐飞机去，是他来帮我送行，所以很明确的讲，把这个界限就划清楚了。那我因为已经从上帝那边得到了这个耶利米书32章要等待跟这个要付代价，然后又看到我更要在意的是上帝在我们两个人的计划心意，这才是我们会不会走到一块的关键。所以他当过程当中那些的回应啊，或是别人的声音参考都做参考，最重要的是看寻求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带领的计划，跟在他生命中带领的计划会不会走在一起？神给我们两个的呼召到底有没有相合之处？那这个才是我觉得是更重要。我在那个过程当中去把焦点放在的过程。那至于这些可能他的拒绝啊，或是别人的一些，我们可以再讲到后面要再讲到其他人的声音啊，也给我们多的声音，我觉得都会去听，但是呢还会去过滤，不是把所有东西都照单全收。那这也是我觉得是我自己能够很持定方向，说到底上帝的带领是什么，我觉得才是主导我接下来要怎么去做的，怎么样是不是继续去维持这段感情，还是就觉得别人建议都不合适，还是像他讲的另请高明啊？这个就是决定不在于这些声音，而在于上帝的声音。对，那怎么样来听到真正的上帝的声音呢？我不知道雪伦师母你自己有没有接下来听到神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神的声音是不是跟我们的心思相合的？如果都是像我们心里怎么想、怎么感觉，然后神就顺着我们这么说，我相信这可能也不是神的声音了，是你自己的想法啊。但是神的声音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逆我们的心思去出的，但是最后的结局却是好的。那我想就是当你当时的脑子里想的那些问题甚至给这个宋恩牧师一个软钉子来碰之后，那你又怎么样继续听到神的带领和神的声音呢？我觉得神很清楚的带领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慢慢的透过一些事件，让我去看到宋恩他与众不同，他跟人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在他开口之前，他先把他的好处展现出来嘛哈。我人的标准来看，说高不是特别高，说帅也不是特别帅哈。他学问是挺高的啊，那个是名牌大学，又是双硕士哈，这个是没有话讲哈。但是再加上要去做传道人，要做师母啊，这个分都扣光了哈。那发生了2件事情，那我看见，哎呦，他跟人家不一样哦。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过年那段期间，他的那时候神学院要期末，他快毕业了，所以要准备毕业论文，然后那个时候很紧张，每天都要泡在图书馆一整天。那
过年嘛，图书馆就关了嘛，那时候要赶报告，讲实在话特别紧张，我就想到看到他有这个需要，又觉得他那时候帮我画展这么多的忙，好像应该要回馈一下哈。那时候我父母在那个房子那个空在那儿一整层楼顶楼加盖，没有人用嘛，空在那儿很久了。我就想到，知道这个书念的妇人，他不是也为了神的仆人准備一個小樓嗎？讓他可以去裡面休息嘛。我就想啊，這個神的僕人有需要，咱們能就應該幫一點，對吧？我就說，哎，這個一層房間都空在那兒，你要願意用你就去用吧，啊，他就去了。後來我就逐漸發現幾件事情，第一個，那個房子很久沒有用啊，說實在話很髒的啊，那個廁所哈，這一套衛浴啊。那個瓷磚是發黃的，因為沒人用嘛，太久空在那裡。那我發現他去了以後，我就注意到，哎，後來我就注意到，怎麼這亮晶晶的，怎麼洗得特別乾淨啊？我才知道說啊，拿了刷子啊，所有的工具都刷得乾乾淨淨的哈，在地上拼命的把那些黃垢啊，甚至是這個馬桶後面啊、地板上都弄乾淨了。這個我很印象深刻的哈，因為會讀書、成就高的這個男生我認識很多，但很多因為這樣就眼高於頂，鼻子就用鼻孔看人，很多的你不這麼說，但是表現你看得出來。但是他這樣，願意去跪在地上把這個廁所啊都刷得乾乾淨淨，而且咱們還只是朋友而已啊，你也不是說白了你不能追我，我已經說清楚了嘛，這個不容易，這個不容易啊，我就注意啊。哇，這個熱射桶一定會倒乾淨，好，除濕機的水一定會清空，飲水機的水一定會補滿，好，他把自己這個雖然是暫時用的環境都照顧得非常好，這個就讓我印象深刻哈。但是我就很有心思啊，我就故意假裝沒發現，好，我也不肯定他，我也不稱讚他，我也不說，哎，不用了，不用了，我來，好，都沒有，你愛做吧，好，我看你能做多久啊，我就觀察。一聲不吭，結果他就這樣子做，至少做了半年呢。那個馬桶就每2個禮拜就把這個廁所好好的刷一次，他就刷了至少半年以上啊。我就覺得很印象深刻。一般人你要做給人家看，都顯在陽光下嘛，付賬搶得很快，我來，對不對啊？給別人看。但是呢，坐在這個暗地裡的，人家看不見的，你還可以一直這個做下去，又沒有稱讚，又沒有鼓勵的。還持續不斷的去做，又沒有一個位分，也沒有一個希望未來的，那個就是本質了，是他自己願意的，對不對？不是為了什麼樣的好處跟利益哦。這個我印象很深刻，是不是老公？真的是看到這個蘇恩牧師啊，你的優點的這個發光點，至今還是在師母心中啊這麼閃亮。那個刷廁所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而且當時你想，我相信你肯定不會是因為為了討好師母她的那個芳心，然後才去跪在那兒刷了半年廁所哈，一定是你自己就具備這樣的一個品質，是不是啊？你很愛乾淨是吧？不敢講太乾淨，但是基本我覺得為這負責任嘛，那。也不是只刷了半年嘛，到現在結婚10年也都是我在刷，所以就是真棒。我覺得兩個人很不一樣，我就是慢慢去學習了解說，每一個人對乾淨的要求是不一樣，他可能覺得這樣就可以了，那我如果覺得我想要我的標準不一樣，我想要這樣，那我不能用我的標準去要求他。那我能夠做的就是我自己來。我如果真的希望這樣，這個我的標準高一點，那我就自己去做到我想要的這個標準。所以結婚後我也不會要求他，你要把馬桶刷乾淨，就是那我想要比較乾淨，我就去刷嘛，我就去做嘛。我覺得就是這是我自己想要做的，那也不要去強加在對方的身上。但是那過程中我也不曉得這些他有去注意到，我覺得就是借用這個場地，我們教會常常去借用一下場地，也是借完以後都要把它弄得乾乾淨淨，最好是弄得比去的時候還乾淨，這樣也才有了見證嘛。那更何況是一個朋友，那借用他這個的地方也盡力的去，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但是沒有想到都成為他這個
尽收眼底，也放在心中去用心观察，然后也没想到一做现在又做了10年，继续在做事情，我觉得都是应该的，也是我甘心乐意去做，也没有刻意要去讨好他。那但是就是不知不觉，我没有想到，就是他就尽收眼底，并且放在心里面，用心留意的观察，无意中加了分，我那时候是不知道的。那师母，接下来你看到了宋恩牧师他有这么多好的表现啊，有没有改变你的心意啊？那个说，哎呀，这么好的一个人，那我还是应该考虑一下哈，要不然就不要想这么多了，嫁给他算了。当然没有啊，我的心这么硬，对不对？所以神又出了一个绝招，要让我这个整个想法翻转过来。对，就是他那个转变他那个想法的关键点是他住院。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